减少不必要的伤亡。倘若真的到了开战的时刻，解放军24小时内一定要拿下台湾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蔡孟轩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中美博弈随着中国大陆的高速发展，已经进入了顶点。美国也不厌其烦地再次打出了台湾牌。据了解呢，美国已经正式宣布向台湾地区出售火山布雷系统，并且民进党政府也为了配合美国的行动，是决定延长1年的兵役时间。回顾俄乌冲突以来美智库多次推演中美在台海必有一战，就能够看出美国意图打造第二个乌克兰，这是早就确定的策略了。细说台海对于中国大陆的重要性，不仅仅关乎于中国的统一与领土的完整，更是中国大陆走向世界的必要途径。所以说呢，台海问题一天不解决，就是中国大陆一天的痛。美国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，也才为中国大陆量身打造了这个副本。但很可惜的是，台湾不是乌克兰，中国大陆也不是俄罗斯。倘若真的要到开战的那个时刻，大陆会在最短时间内拿下整个战区。至于呢，美国所提供给民进党政府的武器，能给多少都是没有用的。至于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举个简单的例子摆在面前。首先来说个前提，台湾现在所使用的雷达系统和情报系统，其实就是直接接入美军网络的。所以说从本质上来说，如果开战的话，中国大陆就是在和美军交战。俄乌冲突给中国大陆的警示是，如果在一开始就瞬间摧毁民进党政府的情报指挥系统，那西方也只不过就是口头讲讲，口头谴责。但如果前瞻顾后，拖拖拉拉的话，就要面对西方的海量军援以及永无止境的各种舆论批判，届时中国内部也只会陷入更大的矛盾当中。在分析看来，作战24小时内必须要隔绝岛内和外界一切的联系。其次呢，是瘫痪电力系统，尤其是军事基地的电力供应。区域作战并不排除使用战术核武的。最后呢，一定要明确作战的目的，就是要加快控制全岛，减少不必要的伤亡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在国际上争论不休，那就是美国会不会为了台湾而亲自下场？其实这个问题早就有答案了。当前阶段，大陆最棘手的局面不是美军亲自动手，而是呢，美军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就挑起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矛盾，甚至是还再加上一个日本。在众人的认知里，台海一战，美国亲自下场，大陆的第一波攻击自然是关岛的美军基地。这一点，美国自然也是意识到的。未来美军只要增加在台海的军事部署，随即紧急登岛，宣布美军受到攻击即被视为对美宣战，这样大陆的处境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被动。不过呢，这个举动也并不是无解的。在这场胆小鬼的游戏之中，波兰境内的导弹是充分说明了一件事：美国根本无意与任何友核国家展开全面战争。既然美国想赌，那就来赌个彻底。任何参与台海局势的军队部署，皆被视为中国大陆的合法打击目标。只有比美国更狠，西方也才会闭嘴，日韩等国才会具体的认识到，亚太这一块还不由美国单方面说了算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也就到这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